虽然被遮挡得很严实，但应该是以前那位。李四妹有时候也有些像小狗，会眼巴巴又专注地看我。不得不承认，小狗型的女人很可爱。醒来以后沉默，你看我的眼神冷了，你觉得我的温柔。徐闯，不可以动手动脚。对不起，不应该冒犯他的，但酒精有些上脑，让我兴奋过了头。跟喝醉的人计较什么？先把人送回去吧。你好擅长照顾人，被你照顾好幸福好幸福。你也有很多擅长的事呀。我擅长当老公，会赚钱，服务意识好，也有耐心带孩子。你肯定会的。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现在这个小区的房价在5万，买个80平的2室，我存2年就够首付了的。到家了。好可爱。我上去给他拿点吃的。需要找人领养，不然小猫肯定活不久。我想养。那我先把小猫带回去，如果明天它醒酒了后悔，再找人领养也不迟。好，取名李圆满吧，寓意好。姓李吗？还是跟你姓，这样别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我们能共同养的小猫了。孩子要跟妈妈姓，才能拴住妈妈。你自己进去吧，你喝醉了，男女共处一室不安全，我得谨慎一点。明天见，李四妹。明天见。如果当时早一点说明，会不会是不一样的结局？我曾经认错了你，后来却他们今晚恐怕都难以入眠，毕竟离分别不远。不回我消息，但是有空发朋友圈，发的视频里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。刚刚在干什么？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？在洗澡。领养小猫了？捡到的，有个朋友想养。刚刚跟这个朋友在一起。你喝解酒茶了吗？明天还得正常上班，要记得喝。对了，江一瑜他还好吗？虽然能继续读博是好事，但他心里肯定难受。蒋家的司机送他回去了。我跟他又没在一起过，他没你想象中痛彻心扉。不要小看女生的长情程度啊！但凡他足够坚定，当初早就追到我了，不会没在一起。说来可笑，目前我唯一见过温柔又坚定的女人，居然只有徐闯的心上人。你总说徐闯那个女人蠢，其实你心里有点羡慕吧？只要有感情，他不坚定，你也可以坚定吧？我有点困了，先挂了。你怎么过来了？睡不着，来你这试试。
你是李小姐朋友，那李小姐的男朋友你也认识吧？两个人很般配。是吗？可不是，对李小姐非常好。不过李小姐也是很好的人，漂亮又努力，一直以来追求者都不少。好困。早饭买回来了，记得起来吃。我却把爱写成敷衍。早餐店老板说你之前带你男朋友去吃过，你如果有了想接触的人，应该告知我一声。老板应该是误会了，就是朋友。如果我有想发展的对象了，肯定会告诉你的。你这个朋友不简单，你应该离他远一点。我们协议时说好的，我私下跟谁往来也是我自己的事。就像我从不过问你和江一玉私下发生了什么。你跟蒋静说过，我们没有熟到踏入彼此社交圈的地步。我们隔着一步相爱。抱歉，这的确是你的私事，是我越界了。下楼吃早饭吧，然后我们去医院。昨晚抱歉，冒犯你了。你喝多了，有些时候失控，我理解。不过下一次再有这样的情况，如果我拒绝去接你，希望你不要多想。我是女生，我得留意自己的安全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你太疲劳了，还是要多注意休息。听你的，这种相处模式像是被老婆管着一样，真好。没有老婆管的男人是很可怜的，当然，老婆不愿意管的男人也是，不被爱才会不被管。家里密码多少？这么晚才回？陪朋友去了医院，之后跟朋友在外面吃饭，手机没电了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。吃过了吗？没有。想吃什么？你既然吃过了，我一会儿点个外卖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毛巾品质有些差，拖鞋穿着也不太舒服。我的生活质量跟他的差距实在过大，他并不适应我的生活环境，我也不喜欢他这样理所当然地融入我的生活，不然到时候分开会有很强的戒断反应。你下次过来我这里，能事先跟我说一声吗？就像我每次回去都会告诉你，这样会让我有些困扰。我的这个小房子对我而言是很私密的地方。说到底，就是不欢迎我来你这儿。也不是不欢迎，就像你的书房我不会进，我也需要自己的私密空间。协议结婚而已，他有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，但真让人不爽。他对那个藏在他心底的男人也这样。之后如果要过来，我会提前给你发消息。谢谢。要走了吗？早点休息。这么晚了，今晚就别走了，下次再说。这不是有人不欢迎我？我没想跟他闹到不愉快的地步，而且他也挺累。你昨天本来就没有休息好，今天多睡会儿。怕我生气，所以又故意给我颗甜枣。你的提议并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是你的地盘，你不愿意让我来，有理有据，你没做错什么。我再不高兴，你也不用低声下气讨好我。我虽然是挺把自己当回事，但并不认为你低我一等。你直接提你的诉求，这样挺好。
我挽留你虽然是有讨好你的成分在，但也是希望你能好好休息。放松点。明明是他想来的，为什么还要一副兴致缺缺的模样？会让我觉得自己既廉价又毫无魅力。每对夫妻之间偶尔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这样啊，赶紧睡觉吧。李思梅，别又开始逃避。那我该怎么不逃避呢？徐清浅，你不行了，我该这么说吗？你让我说的。那是没想到你这样善良体贴的人，一开口会说这么过分的，直往我心里戳啊，李思梅。你真是爱自己，连不行都能接受被人说。人无完人，所以你也要试着去尝试接纳自己。你的缺点在别人眼里不一定就是缺点，比如经常有人说我不好相处，但跟我堂姐相比，我算得上平易近人。小心我去告黑状。乖小梅，我是你老公，你跟我才是一路的，你得向着我。是吧？徐清且真是危险而又充满了吸引力，诱惑的人想将他从神坛拉下来。爷爷的股份有着落了吗？暂时没有，解决完我会告诉你。难得连休3天，回一趟老家吧。我养母老家跟你是一个县的，我想回去看看。一起吧。这次是带你老公回老家来玩吧？这是我朋友。我跟他是朋友，不过我母亲也是和山县人，这次碰巧一起回来。那我先走了。就是清浅没来，我下次带他来。你们之间要是不合适，妈的意思是分开的好。你回老家考个岗位，回来安稳生活，压力也小。我们挺好的，股份的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着落呢，婚姻大概还得持续一阵。刚刚买了那么多菜，家里来客人啦，女婿来啦，是小美回来了。我就知道，我说你那女婿也真是的，结婚这么久了也不跟小梅回来一趟，她工作太忙了。你非问什么，让人家心里难受。结婚这么久不回来，明摆着就是瞧不上他们家呗。哎，老李家也是命苦，都说小梅是在外面给人做小。别瞎说，小梅是我们看着长大的，怎么会是这种人？她那么孝顺，为了老李媳妇儿做手术，还真不好说。这事儿恐怕还得徐清且来一趟，流言蜚语才能不攻自破。你明后天上班吗？休息。如果你有喜的话，明后天要不要来我老家玩？明天江一瑜的整形医生要来，要带他去面诊。如果是我很希望你过来呢？这话有些越界了，不太合适。他并没有替我解决流言蜚语的义务，到时候要不雇一个人冒充徐清且，
在邻居面前给爸妈打个殷勤的电话。要是碰上什么事了，一定要跟家里说。没有，只是有些认床。李思梅，想不再被欺负，就学会讨好我。李思梅，好久不见。听说你回来，人家苏正廷可是二话不说就从外地赶回来了，也就只有你能让他这么大费周章了。都是同学，说的那么暧昧做什么？人家李思梅结婚了。下次把你另一半带回家看看，不然人家都以为你是在外面找了金主。信流言蜚语的也不是什么聪明人。就是啊，李思梅从小就很乖，不会做那种事儿。家里还有点事，我先回去了。叔叔阿姨，李思梅回来了，我就顺道来看看她。你想干什么？你那个老公是花钱包你的吧？你不如来跟我，我能比他给的更多。你妈的事儿，我也不是没办法。你别胡说。那你当着我的面给她打个电话，喊她老公试试。老公，有神经病骚扰我。别怕，拖延点时间，男女力量悬殊，别跟他起冲突。你是她老公？我是，你是？我是她青梅竹马，你跟她领结婚证了？当然，要看看吗？跟她离婚，你开个价，我劝你识趣，早点跟她离。反正我们这儿没人把你当李家女婿。你是不是有病？给你几天时间，好好想一想，怎么跟你那个不中用的男人分开。不然你不在家，李家会发生什么，我也不敢保证。毕竟在这河山县，我说话还是管用的。我高中就没有跟你妥协过，现在也不会。那我们拭目以待。当年那种被背叛的灰暗感觉又出现了。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生活，可是生活总是在变好的过程中，再次变得一团糟？李思梅，发生什么了？陪我坐一会儿好吗？你怎么在县城里？来给亲戚买点礼物。回去吧，李思蕊，晚上不要再在外边待太久了。别偷看了，出来。你跟李思梅什么关系？同事。既然是同事，那就别端着原配的态度跟我说话。你是谁？他初恋，还没睡觉就开始做梦了。这句话送给你，离他远一点。再让我看到你半夜约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他有爱人，他那个大龄老男人二三婚丈夫会跟他离婚的。你要是能让他们成功离，算你有本事。另外是个男人，就该对付他身边的男的，逼女人丢不丢人？请问李思梅家在哪儿？往左拐就是。你是她老公？刚刚我跟亲姐都给你打了几个电话，你都没有接，正要出去找你呢。我以为你去处理江一瑜的手术问题了，他还好吗？不是有人发消息希望我来，他没什么问题。我的手机被砸坏了，明天去买新的。他是你高中同学？高中我只要付出点牺牲，
就让我免狱。付出什么牺牲？让我跟他睡觉。我没同意，我跟他说我还小，只想好好学习，让他高中之后再来商量。但毕业后我把他拉黑了。解决的方式很聪明，直接拒绝他，反而会激起他的征服欲。你先洗漱吧，我去收拾下房间。从小就喜欢大高个腹肌男，没有人不喜欢这样的男人。喜欢到跟人相亲还在刷的，大概不多见。我跟着看了一点，是挺火了。那是打发时间呢。其实有你的就行。那不行，我得尽可能给你最好的。你是过惯好日子的人，不能在我这儿受了委屈。不要担心，我不会把你弄丢的。那你说到做到。我去买点礼物，你在这等我。考虑的怎么样？跟你家那个老头离婚吧。我年轻，长得帅，也愿意给你花钱。我1个月给你5万。你背着他，偷偷跟我好也成。他那个年纪，怕是不太行了。上一次他的表现正巧不太好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到年纪了。毕竟都说男人过了25就不一样了。我老公是个挺不错的人，请你不要这么恶意揣测他。这么维护他？因为他对我好过，人得知恩图报，我应该维护他。他是谁？她老公。既然你是小梅老公，就不该让她承受那些流言蜚语。我难得过来，请你老婆兄妹吃个饭吧，我们走。还从来没有人完全不把我当一回事。抱歉，不知道不来你老家会给你造成困扰。你这次愿意帮忙解释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被你夸得晕头转向了，自然得帮你的忙。还有，没信他的话，觉得我不行吧？我怎么会相信他？你很行的。上次是意外，下次我们去玩有意思的。先去把餐厅定了，请你同学们。你把能喊上的同学都喊上。可能订多了，有点浪费。没事，位置够比不够好。吃饭要晚上，一会儿我们去爬山吧。行啊，热情的导游小姐。老公，我们拍张合照吧。你真上镜。小时候觉得被人背着像骑马一样，不过我爸以前都在外上班，很少有背我的机会。没想到今天骑了你，有的是给你骑的机会。谢谢。我最想要的，一直都是他能开心。我是李思明的老公，姓徐。你是华泰徐总的儿子吧？李思苗，没想到你老公来头这么大呢，怪不得平时藏着掖着，原来是怕吓我们一大跳啊！
劳烦大家多替我解释解释那些流言蜚语，小梅听到了会难受。被他宠着哄着的感觉很好吧？但这份偏宠不是独有的，就没什么意思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要挑拨离间，你不过也只是觉得他挺可爱，把他当成无聊时的消遣，所以才顺带对他好。明知只要对他好一点，就能得到他的回馈，跟他认识这么多年，你却没有做过一次，所以你真的很蠢。今天花了不少，这笔钱现在给他，他肯定不收，我得先记着，到时候分开得还他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想到分开会有些难受？在难过什么？没什么，在想工作的事。休息日别想工作了，我们早点休息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我们只是协议婚姻，分开是迟早的事，但现在居然开始舍不得。这样来替我解决问题的，他是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。怎么走之前还买这些米面回来？难得来一次，挺重的这些。你2俩搬这些上楼不容易，之后半年不用搬了。来这里干什么？做有意思的事。上一次抱歉，今天会让你体验很好。你觉得我的温柔不过是惯用了手段。带庆姐去你老家了。我父母让我给您带的特产。我和庆姐有事要聊，四梅你先出去吧。好。徐闯那孩子，你不想徐家认他，我也一直照顾你妈的想法，顺从你的意思，一直没让他回徐家。但我到时候要是走了，让他来送送我。爷爷只求你这一件事。走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。不要生气了，生气是气坏了自己。我父亲在外有个私生子，徐家人跟他有血缘关系，所有人都劝我接受他。李思淼，如果哪天见到他，你得跟我一路，不准理他，客套寒暄都不行，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你。如果有人欺负你，我肯定是向着你的。我会是最重要的那个。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的心已经开始失守了。如果他需要，可以成为除我父母之外最重要的人。我们虽然是协议，但感情是可以培养的。我们能很好也不一定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试试别当协议相处了。好啊。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明。今天下班别来接我了，跟谢欣约饭。好。今天也下班了。我是惹你讨厌了吗？没有。你最近有点躲着我。我怎么可能讨厌你？只是觉得我们应该保持些距离。你最近是不是挺开心的？
他既然心情好，那我愿意暂时不打扰他。徐青姐姐不适合他，得让他自己体验，让他自己去完成这个课题。你最近总跟徐青姐一起玩，不会喜欢上她了吧？她可没你想象中那么简单啊，李思淼。他人挺好的，人好不好跟喜不喜欢你是两回事儿。他比你高阶太多了，只要他想，能玩死你。你是重感情的人，他要是永远都没那么喜欢你，你该怎么办？不喜欢徐闯了？我在劝自己往前看了以后，就已经在慢慢放下他了。李思妹，你可以勇敢试一试，但得准备好，不一定有好结果。话说你老婆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？你对她挺关注。我也不想啊，但那是理想型啊，能怎么办？每次看见眼神就不受控制，自己飘过去了。好像徐创也挺关注李思美的。话说你老婆最近挺黏你的，你感受得到的吧？她开始喜欢你了。青姐哥，嫂子这人挺遭人喜欢的，你多留意留意身边的人。不是说我，真诚的甜妹对别人来说那是天菜级别。你呢？是喜欢她吗？她人很善良真诚，也挺可爱的，我跟她在一起也挺开心。只不过喜欢上一个人并非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要是不喜欢，要不早点结束协议让别人上。你们关系好好啊，一路顺风。虽然我出国不算完全心甘情愿，但还是挺向往新人生的。万一我在国外感到孤单了，会联系你，因为你肯定会回复我。欺负我们家小梅好说话。是啊，谁叫她人好呢？大学我们一个社团的，说起来我跟她认识更早。李思茂，我用不上了，这个挺贵的，放着浪费了，你拿去用吧。我们家李思梅喜欢你，她不好意思跟你直说，但我觉得既然喜欢，就得摊开来说。你说是吧，徐青姐？你对她又是什么感觉？怎么一直没人说话？找点话题，当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好了。谢谢。你上次说的好吃的甜品是哪家店啊？城西那家。周末要不要出来跟我去认识帅哥？双开门猛男那个。双开门？就这么说定了，周末记得来。却不知道那个吻，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说你。谢欣说的是真的吗？是呢，从去我老家那次明确自己感情的吧。最近相处也比较亲密，我没控制住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应该能调整好。这样小心翼翼、假装明媚的他，很让人心疼，也让人不想拒绝。我不想欺骗你，我现在对你不算喜欢，但挺习惯身边有你的，习惯离喜欢大概不远。你愿不愿意给我点时间？没有规定你就得喜欢我，不用勉强自己的。不算勉强。李思梅，别难过了。好，那我就给你点时间。因为心疼而给了别人期望，最后指不定伤人更深。今天找我有什么事？过来告诉你一声，爷爷今天见了徐闯，看了他女人的照片后，
老爷子的态度挺微妙的。你说到底是个什么女人，会让老爷子这样？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露出那副表情。对查查那个女人，让你嫁进徐家，不是让你受委屈来的。万一过不下去了，就离婚去找自己喜欢的人，爷爷替你做主。谁能想到小闯喜欢的人正好是寺庙。谢谢爷爷。我会想你的，你会想我吗？会。还有小老公也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小狗的模样让我想起了徐闯的那个女人。不过狗狗系确实可爱。我走了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这不是李小姐家的那只小狗？是。李小姐让你帮忙带狗啊？你是上次李小姐那个朋友吧？不是帮忙，我是她老公。你是李元仁爸爸呀？而你认错了我的心，我们从一场误会靠近，却差一点真的相爱相。回来。你家小狗，我经常碰到它，给它喂过不少吃的。你老婆养的吧？你老婆挺好看的。你跟你妈还真像，总是一眼能看上属于别人的东西。她人挺不错的，不管要不要离婚，都对她上点心吧。傻狗，谁是你爸你分不清。你爱不爱我？爱的。一辈子爱我？我会一辈子爱你。你喜欢他，那我呢？你不喜欢我了吗？老公，我也喜欢你的，但是对不起，我最喜欢他了，一辈子都最喜欢他，变不了的。徐闯那个女人的事查得怎么样了？我说，你老婆要真是跟徐闯有交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不要谈了。你先去查了再说。倒是让他给你点时间，还真不是个好决定啊。或许你说的对，现在抽离还来得及。年轻小姑娘被男朋友接走了，李经理，小年轻的爱情很美好吧？是啊，那是年轻人的特权，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不会有的。女人或许会有，男人很少有爱情。如果男人说时间久了也许就能喜欢上呢？那大概只是觉得对方有点可怜吧。不过凡事都有例外，李经理，你也不要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我决定好了，给自己半年时间，这半年我会勇敢去爱。如果徐清且最后没有喜欢上我，我会收回越界的感情。李元润是一只吃里扒外的可恶小狗，人家给一点吃的就跟人家走。我们家李元荣才不会，他是最好的小狗。那为什么最近私下都不喊我老公了？你不是也不喊我？不喊你什么？老婆吗？以前喊老公是我不喜欢你，老公跟老板在我这一个意思，但是喜欢了以后就不一样了，你心里应该知道的，所以不要似是而非的逗我玩了。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每句烂
也来出差？不是，来找你玩。李小梅同事不愿意带我去小酌一杯。徐清且先生亲爱的太太李思梅女士，想好带我去哪里逛了吗？什么徐清且亲爱的太太，我不敢当。那不行，不敢当也得当。这么说话，哪个女人吃得消呢？算了，也就半年时间，尽情享受吧。来了挺多天，附近按理说应该摸熟了，还要看攻略。我又不爱出去玩，你经常出去玩吗？我也不爱玩，我跟你也是我第一次。小时候见多了太多的安杂，我挺排斥男女的事儿。当时从了你，是因为喝多了，意志力薄弱，以及你特别热烈坚定，那种坚定很少见，挺有趣的。真是看不出来。理解，当时我也看不出来你。没经验的人是这样的，看谁都经验丰富。老公，你长得真帅啊！那想吃吗？可以免费送你吃。你真大方。应该的，不客气。乖老婆，你记得你昨晚喊我什么吗？乖老婆那句。你对我这么用心，我也该哄哄你，照顾你的情绪。目前你也确实是我另一半。你不怎么喜欢的另一半？喜欢确实没那么快，不过想用心对你好，也是真的。就比如看见东西，会想给你买。徐闯跟你老婆确实有一些牵连，你打算怎么处理他？人家李思梅正浓情蜜意的时候，要让人家滚蛋，真残忍呐！所以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你开始不愿意正面回答了。我觉得你对你老婆最近有点过于上心了。她对我很好，我自然得尝试着回馈她。李思梅不是会主动招惹别人的性格，大概是徐闯主动接近她。徐闯跟李思梅在一家公司上班，他们关系似乎还不错。5分钟到你公司楼下。领养的那只猫猫胖了好多。你很会养宠物。快蹲下！徐闯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感觉电梯要冲顶啊？我不用你这么对我，你保护好你自己呀，别管我。保护你是我的责任。爸妈，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公司电梯在下坠，也许以后见不到你了。再跟你说一遍，我喜欢你。蹲好，稳住重心，不管怎么样都别乱动，尤其是电梯门打开却出现一堵墙的时候，千万别往外走，那是电梯夹层。别怕，不会让你等很久。先让他出去，先救李思梅啊！有没有受伤？小心哈！不要犯慌啊！他们肯定不会是前任关系，一定是徐闯为了目的接近他。徐闯，你刚刚撞到了头，我送你去医院做脑部 CT。我送你去。
我也没有说你。你开车，我是医生，照看他比较合适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。这是我丈夫，这是我的朋友徐闯。才会问的那么认真，以为我的眉清脸红都只需某一。你接近他，不外乎是想利用他对付我。只要你消失在他面前，我给你500万，够你定居在这个城市。李思苗要是见到你这么傲慢拿钱砸人的一面，这种充满铜臭味的阶级优越感，只会让他对你避之不及吧。还有，我不要你的钱，他不需要你这个朋友，你不是他，没资格替他做主。她是我太太，会跟我一路。等你同事做完检查，我联系护工照看他。我们先走，去我们订好的那家吃饭。今天不吃了吧？如果不是为了护住我，他不会撞到头的。我得确定他没事。CT 没有发现异常，考虑轻微脑震荡，今晚留院观察。结果你看见了，可以放心了，没啥大碍。李思仁，你回去休息吧，我这边有护工在就行了。有什么事记得联系我。好。又只剩孤零零的我了，不过也习惯了。是小时候养母经常给我买的糖，糖果的出现就好像养母还在一样，她一直都记得。失败以后沉默，你看我的眼神冷了，你觉得我的温柔不过是惯用了。谢谢你的糖。要是半夜哪里不舒服，记得跟我说。看来还是手机好玩。我再回徐闯消息。他这人不简单，以后少跟他接触往来。他救了我，起码真诚待我。谁都可以觉得他人不行，但我不能。他一直装作好人，也许是在等一个狮子大开口的机会。毕竟你嫁给了我这个有钱男人。我保证他不是想通过我捞钱。他要是不简单，就不会被他精于算计、冷血无情的哥哥欺负了。无所谓的事，就当他哥是那个罪魁祸首吧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，才会问的那么认真。晚上什么安排？你老婆不在啊？她有她的事。怎么突然这么冷漠？她当着你的面去对其他男人好了？徐闯接近她会是什么目的？嫂子不会是去对徐闯好了吧？徐闯跟他是同事，昨天救了他。他为人善良，自然不会不管他。我倒觉得他就是冲着你老婆本身来的。他那个女人听说没可能了，嫂子这样的又是他理想型，在工作相处中喜欢上了也不一定。华玉，这就是你儿媳啊，还不来打招呼？妈，阿姨，你这儿媳真漂亮，长得是还行，但还是你女儿更好。当时想撮合青姐跟你闺女，谁知俩人互相看不上。妈，我去洗水果。你要是不喜欢，你让给我。我家思恒正好离婚了，我现在就想他能找个顾家性格好的，什么都没要求。他跟我家青姐都没离，你惦记什么？不是你说早晚要离，那也还早。再说思恒跟青姐是初高中同学，多尴尬。加个微信吧，以后方便联系。下次来玩，思恒来接我了。我也几年没见过你儿子了，我得去瞧瞧思恒。
徐阿姨，思恒真是这么些年来都没什么变化。阿姨也是。青姐这媳妇儿性格真是好，务实又贴心。你要是找个这样的就好了，安安稳稳的。你给了所有的体面，却没有给我一个答案。思恒喜欢什么类型的女孩？暂且没这个打算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听说进了容大，经费足，离家近，性价比高。你来吧。前几天朋友救了我，我今天约好了请他吃饭。吃饭不把秦若带上啊？不用，你走吧。说好喜欢我，结果我那天因为徐闯不高兴，他就对我冷淡不少，那就跟他过好了。反正我只是那个冷血无情的大哥。方莹阿姨，妈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学校那边还有事，我也先回去了。算钢伤吧，能拿到多少赔偿啊？我们真是可怜的打工人，居然最关心这个。少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徐闯年薪100万，跟咱们可不一样。知识改变命运，可惜读不上博士。你当年怎么没让徐闯给你辅导辅导？这么好的资源也没用上。李思梅不用我教，她脑子很好，只是没什么时间学习。青姐哥，李思梅在跟徐闯吃饭呢，徐闯在勾引李思梅，你要不要来？你暂时老实一点，李思蕊还没有离婚呢。来吃晚饭。真巧，跟你朋友吗？本来是，不过他临时有事走了。那要不要一起？会不会打扰你们？装什么？明明都已经打算留下来了。不会，你一个人的话，正好一起。却不知道那个吻，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这怕不是要打起来了？我给你加点菜吧，不够吃，也都冷了。好啊。你还要不要肉圆？再给你加一份吧，你爱吃。谢谢你，李思妹，你居然这么细心，留意到我喜欢什么，想吃什么。你对我这么好，以后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当着人正房的面敢说这话，真是一款不简单的绿茶。他一直是细心的性格，并不是只对你这样。都说小事顺手就做了，安安静静吃饭吧。感谢你的款待，你们继续吃吧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捎我一场。你吃好了吗？徐静姐，我觉得有一点点累，情绪上的内耗有一些影响到我的工作了。但既然已经决定好了给自己半年时间，还是不要那么轻而易举放弃。你开车来了吗？没有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我开吧。将就一下。你很多天没回家了。哦，是因为加班比较多，有些时候要11、12点，我想多睡半个小时，就住自己那边了。然后觉得你可能不太想见我。我只是因为你过于关心徐闯的事，不怎么高兴。吃醋啊？多少有一点。徐闯虽然是你救命恩人，但你凭什么听他片面之词，就觉得他大哥不行？他大哥确实不怎么样。如果他大哥是我呢？你还会这么笃定的说不怎么样吗？
我只是打个比方说明，你不该那么相信徐闯。抱歉，忽略你的感受了。那今天回家吗？你想我回我就回。喜欢我受你摆布的模样吗？我不想摆布你，那样对你不尊重。真会说话啊，李小梅。那么我跟徐闯要是遇到危险，你选谁？目前来说，当然选你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。李思梅睡了。他心里一直是最在意你的，别人他都不往心上放的。这么些年来，没见过他这么喜欢过谁，也没见他这么对人好过。你没什么可信度。我骗你干什么？李思伟这人多务实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真诚归真诚，但也不是一直白付出的。但他对你从不计较。比李思伟那个前任还好。那都是我说来故意气你的，你放心，他前任跟你完全没法比，他对你是最好的了，你也珍惜点儿。醒来以后沉默，写差一点，真的想爱下去。徐闯，我存够20万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怎么不开灯？怎么这么早就醒了？早上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在意吗？你其实也无所谓，所以不用管我。出去晨跑吗？那等会儿回来吃早饭。那个纹身戒指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洗掉？遇上什么事了吗？所以有事才能花你的钱，还是你的钱是打算给别的男人花的？打算给别人攒着？今天怎么跟吃了炮仗一样？李经理，主管找你。那个爱徐壮爱到不行的蠢女人，居然是李思慕。阿闯，乖，爸爸这不就来救你了？快离开车辆！走！你先救了阿闯，你老婆娘家要是知道了，这事儿肯定没完。亲姐昏迷了，就说先救的是亲姐好了。你再爱她，再想好好培养她，也得把这事搁在心底。我不想我妈担心，所以表面上麻烦伪装好，我才是你最爱的儿子。我不屑于跟徐峥这个私生子争抢什么，包括隐晦的父爱，包括李思蕊的喜欢，要去争的，不如不要。进了那小区的，那是不是徐清且的车？怎么会来这个小区？最近很忙吧？忙到家都不回了吗？我今天跟谢欣一起吃完了饭，时间大概是傍晚6点17分，在丽泉路正好碰上了你。
所以我想你没那么忙，是不想见我吗？我只是需要自己静一静静。那你先自己消化情绪，我等你回家。照顾好自己。你有没有兴趣去分公司那边干一阵？你知道的，这对于后续晋升是好事。我好好考虑考虑。思梅，别傻站着了，快过来替我应酬。这是青姐的舅舅。舅舅好。叫思梅对吗？还没有去过舅舅家吧？下次跟青若来坐坐。跟青姐吵架了，老爷子股份有安排了，那是他打算结束婚姻了。我不知道。既然心里不痛快，那就去问清楚。这也不知道，那也不知道，净折腾你自己。你去跟青姐坐。他身上药味很重，应该是生病了。青姐，喝一点。青姐生病了，她还是别喝的好。没事。人家真是心疼你啊，青姐。你要回去了吗？那你早点回去休息，要注意身体，记得吃药。不舒服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他像是快要碎掉了，像是在让我理理他。为什么他曾经爱过徐闯，让我如此痛苦？今天徐家的事，辛苦你帮忙了。你应该了解我，我认可你，所以从不介意对你付出。我不需要道谢的。我不能忽视你的付出，这句谢谢是我应该说的。我该走了，不然又会因为心疼和心软，舍不得拒绝他。不舒服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，我会一直在。李思淼，你了解的只是表面的我，所以觉得我人好，但在其实我这人见惯了人性的恶，或许也不怎么样，所以你不用对我那么好，不一定值得。我对你好，关心你是我自愿，值不值得，我说了算。抱歉，说好的给我时间，努力去变得同样喜欢你，也许做不到了。先回去吧，我觉得还是不要在晚上做决定的好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人从开始。他昨晚来过吧，把我的耳机放进了耳机仓。李经理，这家酒店是你婆家的吧？你看看能不能要个优惠。这个事我知道了，我把酒店总经理的电话推给你，你让你领导家。你这媳妇怎么当的？青姐住院了你都不来。徐医生，卡上还有那么多钱没花呢，可得好好保养自己的身体。医生你好，他的情况是很严重吗？徐太太是吧？你老公这身体情况不太妙啊。你先去忙吧。
怎么没告诉我？你有工作要忙。我是有工作要忙，忙得几乎脚不沾地，但我还是来了。那要是我跟徐闯一起住院，住在不同的医院，你会先看谁？当然先看你。所以你的病情到底怎么样？住院是因为上午短暂昏厥，跟胃病无关。胃病先吃药，慢慢调理。那天都让你别喝酒了，我不该过分干涉你，但是你知道我都是为你好。好了，你没大事，我就先走了，晚点来看你，我还有工作呢。如果你跟来不是为了说好听话的话，就回去。什么算好听话？我想送送你。他放下了一切来看我，这一份独一无二的真心，让人如何不心疼？我先走了，有份报告明天要交。你提前了1个小时下班。5点半太挤了，你一个人肯定懒得吃晚饭，要等妈来才吃。你的工作呢？不是明天要交报告？我带出来了，可以在你这里做。当年就说了让你别干这行。不干这行，那就当职业赛车手去了。你选一个。就是有好好的福不享，偏偏要折腾。小时候出过车祸，还算没长记性。你还会开赛车啊？用那么崇拜的语气问什么？就因为玩赛车，你差点没老公。我前一阵看了你的相册，有几张你小时候的照片有点冷，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叛逆期吧，大家当时这么形容我。你明明是在难过，怎么会是叛逆期？是受伤了吧？那阵子出了车祸，有些消沉，发生了一些事，那个时候年纪小，对世界观的冲击过大，心态很难维持正常。需要一个拥抱吗？再跟我亲近，你心里会更受伤。我不想让你难过。其实还是贪恋温暖的。他跟徐闯以前就算相爱，那也是以前了，和现在有什么关系？可我贪恋温暖，却给不了他对等的喜欢，是一种辜负。李思梅，其实大部分夫妻都是到了岁数，因为彼此合适而搭伙过日子而已。我知道，但我在喜欢上你以后，我不要跟你这样。说那么多，你是想说服我留住我吗？你温暖又善良，跟你在一起很自在，大概换成谁都会想要留住你。其实我觉得你偶尔是喜欢我的，但我想，大概是因为我有时过分漂亮，有时说了讨你欢心的话，再或者是你因为其他男人产生了竞争心理。确实是，但这跟你想要的那种喜欢不一样。准确来说，是习惯和占有欲。是的，是这样。我向你要一些东西的话，你是不是都会满足？你想要什么？你其实是不是不怎么相信日久生情这种东西？没有不行，只是我没经历过。那是因为可怜我，所以当时才让我给你点时间吗？大概是不想看见你难过。应该就是可怜我。说说我想要什么吧，我也希望你给我点时间。
这段时间里，我想要你扮演一位温柔听话的男友，你考虑考虑。这张，我们公司今天有庆功宴，不是可以带家属？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也许会很无聊，而且都是提前就上报的。华泰算是你们公司的客户，有命了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。跟你没什么关系，正好开盲盒开到这个了。那可真巧，就是这么巧。为什么是假扮听话温柔的男友？大概因为老公和男友是不一样的，结婚会考虑合适，而恋爱更多是纯粹的喜欢，而我从来没有谈过纯粹的恋爱。我没当过温柔听话男友，未必能做好。我会在网上给你找攻略。你确定纸上谈兵真的可行？难道你夫妻生活方面的经验一开始不是纸上谈兵吗？你要拒绝我就直说。没打算拒绝你，只是有点怕你沉沦。不用担心我陷进去会出不来，我以前有个很喜欢的心上人的，我还想赚钱养他呢，我都能走出来，你也不会困住我。看来你挺怀念你前任。喜欢你以后就没有怀念他了，不会耽误你太久的。听说你要拿奖了，恭喜！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去找位置。陶艺他们是一个精彩丰富。拿了多少奖金？3万。3万你就特意发我跟前来炫耀，李思梅拿点奖金，可把你给得意的。他是很上进的人。叫领导暂时调我去分公司，是你干的吧？对你来说不算坏事。是啊，毕竟有外派补地，这笔钱也不少。早点存够钱，就够买房子定居了。是吗？你要是对他不好，赶我走也没什么用。那是医生小白熊的老婆，你凭什么让他打光棍？没让他打光棍，你当他们异地？那你拿那只白色的，粉色跟你车子不搭。但是我喜欢粉色的，换台车也可以。他肯定知道小粉熊代表着什么，他是在哄我。你怎么还特地给这只熊买了条麒麟的项链？配合李思梅。李思梅这是宣誓占有欲吗？这样一看，男人就是有主的。他没这个心眼，只是单纯把小熊当成了他自己，想得到我的呵护。要留下来吃饭吗？阿姨正好在做饭。麻烦你了。你这看见别人老婆害羞的毛病，得去看看。要一起做饭吗？我看人家小情侣都是会一起做饭的。那一起做2道菜体验体验。你手指真长，适合服务你。听话的男朋友不允许说这些。
以为我的每次脸红都只是某一周的没想到今天来一趟，还能吃上你做的饭，沾了嫂子的光。以后可以常来。他平时挺忙，抽不出那个时间。亲姐哥，这星期的机车比赛你去看吗？去。我可以一起去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如果早一点知道你想去，都好解决。但现在我手里暂时没票了，临近比赛想弄到票不太容易。没事儿，没有票就算了，我也只是好奇。想去还是可以去的，肯出钱都收得到票。那不划算，而且我也要上班，还是算了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两个人各自相信。我喜欢的男人真的非常非常厉害，我会永远坚定的喜欢他哦。对我而言陌生的世界，他却亲眼见证过他的意气风发。人与人之间出现的讯息，真的好重要啊！比赛好看吗？怎么还没回？不知道，我没去。到你公司楼下了，收拾东西下楼。他没去，怎么没去看比赛？因为有人想跟我一起。身为细心听话的男友，这点眼力劲儿还是有的。带你体验体验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。趁机摸腹肌是吧，李小梅？我没有，摸也就摸了，又没不让你摸。你们这行要去犯罪，真是吓人。但你不用担心，我日子过得尚可，没有犯罪的心思。我以后再找，肯定会避开你这行。说这种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话，不怎么合适吧，李思梅同志？抱歉。即便要找，也别去找你以前那个。走吧。回家吗？去老宅蹭饭。爷爷这几天怎么样？精神还不错，尤其是前2天见了许踵。今天挺开心的，只有我们俩自己一起玩。晚上也只有我们一起玩，可以让小白和小粉2口子围观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会是真的。其他女生坐这种机车都不害怕的吗？应该也怕。什么叫应该？没人坐过我的，所以我没办法准确判断别人像不像你这么胖。好突然。其实挺不错，现在吃点苦，都是为了以后1个月能多个10000把块补助，时间也不久。一个人在外地，要照顾好自己。李思梅，你才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那个，别一直总想着照顾别人了。把那个微信还我。明知道他和许踵有曾经那层关系，
你现在不仅不远离李思维，反而在驱赶徐迟。你很像个没招的杜甫。杜甫是有那么点意思。你居然承认了？李思梅把对我的好分给徐长，对我而言是种冒犯。至于你口中的驱赶徐迟，我疏远李思梅，他会难受，所以让徐长暂时不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最好的选择。先等他慢慢走出来。不喜欢人家，占有欲就不该那么强。你对周随难道是不喜欢？那倒不是，我对李思梅也是如此。我对她是有些浅薄的喜欢，但她热烈真诚，她口中的喜欢标准不是这种浅薄的感情。喜欢不能对她随便说。亏我还想提醒你对她有点喜欢，原来你自己都清楚。今天来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扮演好男朋友挺累，躲个清静。在忙工作？是的，你要陪我一会儿吗？可以。最近真的辛苦你，假装好男友了。我亲爱的男朋友，我喜欢你。谢谢你的喜欢，关小梅。喜欢2个字，哪怕只是装一装，他也很敏锐的不会轻易说出口。不过是惯用了手段，后来我们结了婚，接着他做2个人。你给了所有的体面，却没有给我一个答案。我们也去锁一个爱情锁吧，不然好奇怪。好，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买。我就要跟你锁2个锁，一个万一坏了怎么办？说真的，2个都不够保险。我是不想跟你分开啊，你还要凶我。咱俩现在是穷光蛋啊，贺鑫。我给你们买吧。不用了，谢谢。贺鑫，你加我微信吧，我卡解冻了就还你。没事儿的。刻什么字？李小姐和徐先生吧。没有全名，但他不喜欢你。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你来挂一个高点的地方，显眼一点，以后来一眼能看见。最近我们虽然像真情侣一样一起做饭，一起玩，但我知道3个月过去了，快要到梦醒的时候了。姐姐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，老公又帅又粘人。可惜这些都是徐清写因为愧疚装出来配合我的。他是个不错的好人。原来姐姐是送给姐夫的呀，姐姐抽了好久才抽到，她就想要这个和那个医生熊。你思梅姐跟这只熊一样可爱，我从她那里抢来的。人家看一眼就知道姐夫不是单身，这样就没人打姐夫主意了。你车上那只医生熊，以后别拿下来。姐夫的意思是，他要管着你，不让别的男人打你主意。别再给他买一些很贵的首饰了，浪费钱。是我的熊，
我乐意。之前那几条用不着了，我收进你首饰盒了。再让我见识到你阔，小心我起坏心思，拿下你当阔太太。拿下我？你主动过一次没，李思梅同志？你这2天对我有点冷漠。刚刚升职工作太忙了，并且半年时间也快要到了，我得慢慢抽离了。亲戚春节有值班，所以没来。爸妈知道的。你回来就好好休息。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，我抱住你的手。世恒外地开会回来，我正好一起接了。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谢谢。从开始就错了姓名，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。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觉得好看的女人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爸妈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他们都很喜欢您的礼物。下次您跟我一起回去玩吧，我给您当导游。麻烦阿姨了，新年礼物我给您留在后备箱。庄园大棚里青提熟了，你最喜欢吃这个，下次跟你妈来摘。谢谢阿姨。方老师再见。这么点东西要30万，给我安静坐着，或者去选你喜欢的，别影响我的兴致。反正报清且的账。可是真的好贵。你心疼他做什么？老爷子每年给他的分红都小几千万，你不花，以后有的是人替你花。这么多，那他现金流不是都有9位数？我哪知道他的钱花在哪儿，又不会通知我。你想知道去问他。阿姨，我刚好假期回国，来给您和老爷子拜个年。爸妈怎么样？还好，就是问你怎么没回去。我说你在值班，他们也理解。李思梅，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正好课题结束。毕竟我读博这事儿是徐家帮忙的嘛，还有前任那边徐家也帮了很多忙，我才来拜年的。家里有亲戚在，我爸让我早点回去。再见了。剩下2天，蒋静有个度假村活动，你去不去？不想动了，只想躺2天。我怎么觉得你最近像是在刻意疏远我？消息回得慢，并且不是1、2次，回老家这2天更是很少回，加上现在不愿意跟我出门，怎么看都是故意在疏远我。没有这回事，只是我想将注意力移回到自己身上。不过要是遇到难事，别一个人憋着。我先走了。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吻从开始就错了姓名。你没有问，我也没有。你这边没有退租啊？没有，这边有租房补贴，用不了几个钱，所以最后还是保留了。你过年也是在这儿过的吗？和猫猫李圆满一起过的。不过不用担心我，也就前2天是我自己过的。今天朋友他们就要来我这儿吃饭，你要一起吗？我吃过了，过来整理行李的。
听说你提交了外派的申请，是很好的机会，想了想，还是不能错过。李思梅在准备离开徐清前了。李思梅那么黏你的一个人，这次居然不来啊，像对你感情淡了一样。如果他真是对我的感情淡了，也许是件好事，不会觉得什么明明说好最爱我的，结果这么快又变心，而心态不平衡吗？那天夜色太深，我错认了你的眼神。拍段给李思迷看看。我抱住你的时候，心里想着另一个。给他打个电话，问他要不要来。李思梅，看看你正在干活的帅气男友啊！徐大帅哥烤的烧烤一定很好吃，李思梅同志流口水中。那要不要来？我给你叫车，或者我去接你。不了吧，明天要陪妈应酬客人，今天还是早点休息。好。徐清浅，明天我得出国了，跟你说一声再见。还有，很感谢你对我还有我父亲的照顾。我也有我的意图，以后也有用得上你跟你父亲的时候。好好读博，前途无量，别总想有的没的。不用像防贼一样防我。如果李思梅纠缠你不离开你，你也会冷淡的让她别惦记你吗？我跟你又没在一起过，你以为的深情厚谊，也许只是你不甘心。可能吧，我走了，有缘再见。李思睿让我监督你，不准你抽的。遇到了点麻烦事儿。什么？江一瑜的那个问题。如果李思梅纠缠你不离开你，你会不会冷漠的让她别惦记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问题不成立。李思梅要是不想离开我，她可以一直待在我身边，不需要来纠缠我。哦，那你应该挺喜欢他。是吗？我对他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感情，不过我倒是认为更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个好妻子。我是个光棍啊，你就不要到我这里来找答案了。你都不惊讶，你有答案吧？我回去了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。怎么回来了？车上要放东西，怕把小熊弄脏，所以今天没带它。要不要出去逛逛？那你等我换一身衣服。我来开车吧，以后可不一定有开豪车的机会了。真好看这辆车，车主眼光真好。有法拉利了还看别的？那辆车是不是比法拉利贵啊？是贵点。哦，车主真厉害。你这语气像是在说徐清浅你没那个男人有本事。那在我眼里，你永远是最厉害的。好开心的一个新年，希望我们李小梅明年也能这么开心。难怪江一宇总问我有没有看相机。
谢谢你。他愿意陪你玩男朋友的游戏，对你真好。是我利用他对我的愧疚逼来的，所以他才陪我玩了这场假装爱情的过家家。23号那天，陪我去游乐园吧。15号以后，应该都会比较忙。你知道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正规的游乐园，因为不想让我爸妈愧疚。23号我们去，可以调班。好，谢谢你。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为难。我申请了外派，过2天就要走了。公司给的这个机会很好，领导也一直劝我过去，所以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觉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比较好。什么时候决定好去的？有一阵了，我给了自己半年的时间喜欢你。时间到了，我这样平凡的人生里，机会不像你们那么多，我应该牢牢把握。你的决定是对的，最利于你的。你想要跟我离婚，对吗？我舍不得你，但是我应该选这一条路。李思梅，你是很好的女人，不要妄自菲薄。在跟你相处的这一阵，我对你的好感也一直在增加，我甚至确定了自己是能日久生情的人。但浅薄的喜欢，没必要说出来捆绑他。其实你对我挺好的，给我假装贴心男友这一阵，我非常非常开心。走吧，去玩那些项目，就当最后陪陪小时候的李思梅。其实我想说的已经说完了，你要是忙可以走的。没什么事，陪你好好玩一天。我想陪陪小时候的李思梅。快要闭园了，我们走吧。请游客合理安排游玩时间。刚刚你手被我抓破了，我去买个创口贴。你好，可以加个联系方式吗？不太方便，我老婆。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李思蕊不算是我老婆了。等下一起吃个饭吧。去的海城那边的分公司。对。房子租好了，要是没有我那套你可以先住，反正也是空着，离你公司也不远。朋友已经给我看好房子了。我还知道一家，下次即便分开了，我们也是朋友，下次等你有空依旧可以一起去。好。李小梅，以后不要过于真诚了，藏着掖着点儿，不然容易受伤。许清浅，你以后肯定会碰上一个你很喜欢的女孩子的，你要幸福。李思梅，你也是，你会有圆满的人生。心里想着另一个人，以为我的靠近是藏了很久的真心，却不知道那个人。原来分开可以这么平和，平和到心里空落落的。
你还年轻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是的，明天是新的开始。两个人各自相信自己的误会是真的，以为我爱你。你最近不是一下班就回家，跟你老婆吵架了？没有，还是你们感情好。不像吴主任，最近都在值班宿舍待着。听说是老婆不想要他了，要跟他离婚。而你人走了我的心，我们从一场误会靠近，却差一点。喂，需要送你吗？我开车过去的，不麻烦你了。对了，我们明天去领离婚证吗？